是专注健康发声的 NONO 老师，欢迎来到烧麦的频道，和 NONO 一起学发声。好吧，也因为黄轩让我再次回到了下一站歌手这档节目里面，不得不让我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这个让我们觉得又前卫又大饱眼福又大饱耳福的歌曲。那与此同时呢，我也发现了在这档节目里面有好多歌手真的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那在这里面，那有好的建议，也有我们需要避免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期节目里面，跟着我一起学正确的发声方法。那我们就好，欢迎回来。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当然是黄轩了。黄轩是上一期节目当中应该是支持歌手还是表演嘉宾我想表达的是，黄轩总是给人非常就是前卫的感觉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他上到舞台之后，他的那个装扮，就让人觉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上到舞台之后，就是他那个背光的背影的一个剪影，你都会觉得真是非常的前卫，你很期待能够看下去。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哦。所以在画面小小的画面当中，你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服装特别使用了夸张的手法，这个其实蛮适合他一个怪咖的样子。比如说他倒三角上半身短显得下半身非常的长加上他的一个光头特别摆好的一个架势吧，其实就是在吸引观众，让他首先在听歌之前呢，已经对他有一个期待的样式了。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歌曲。那因为版权的关系我们先来讲一讲他前段的前奏。这段前奏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黄轩音乐的主要原因，它的元素非常的多，而且在这首歌里面，它有一些乐器是作为主要灵魂的即便是唱歌也好，和就是编曲也好，都会像我所说的需要一个主轴核心。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在这首歌曲里面有一个贝斯能够一直的吸引我们，它真的是非常的绝妙。那我们直接呢来跳到黄轩的人声部分，好吗？在这结束的路口，唱尽最后一碗光，毫无保留。是这城市考验，自在划过的弧线，为我烙印不知名的罪。可以从黄轩的第一段里面就能够感受到，他的在唱歌过程当中，他经常切换的有虚实音然后有大小声还有明显的共鸣切换的变化。在这样丰富的音乐里面，他的声音有夸张有虚实，能够跟他的乐器的编曲匹配的很完美，也体现出他唱歌的元素，这就是他想要表现的先进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来从他的声音里面体会到，他这样有一个丰富的变化，其实跟之后我想跟大家沟通的，比如说像季听然是吧，还有一个曹阳就是他们的歌声里面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想要达到这样的变化，但是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在黄轩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歌声，他的声音在实际切换的过程当中，他必须得满足节奏的变化，所以第二，他的气息就需要跟上。第三，它的音质上要作为一个切换，它就需要非常稳定的气息来震动声带，让声带可以满足它这样的变化。其次就是它的咬字了，因为你们会发现，它又满足了歌曲的语速，同时呢又满足了你可以听清楚他在唱什么。有些时候像这样的歌最麻烦的就是，你就听到不，但是你听不到什么意思。但是呢，在他这里面，你至少能够听到70%以上歌词的意思，那么就说明他在歌声上是能够很稳定的了。那黄轩这一期的表演，还是很炸燃吧，因为我会很喜欢，享受他的音乐给人感觉那个崭新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他成为那种我们叫什么旗杆还是标杆的歌手，所以他作为前辈吧，其实对现在这个比赛里面的新人，他就是前辈嘛，所以作为前辈来讲，我觉得他是足够的了。无论是对音乐的热情，在舞台上表演，呈现的那个综合元素的多样化，还有他歌唱的声音的技巧的能力，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业。那我这里再次表示，
支持他，你都看到这儿了，就应该为我点个赞了吧？下一位歌手我们要来沟通的就是池修了。池修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张雨生。他的声线里面，在这首歌他演绎的时候，让我体会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我们来听一下池修的声音。是来自你们的血肉。我们听到这里啊，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可以把这个作为他们黄轩跟他都有的一个特色。像池修他这个歌手有一个特色，就是他非常了解和对歌曲的呈现把握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比如说，他会在这歌曲里面用人声的不同呈现来配合乐器表达这首歌曲。你们会发现，前面他使用的是低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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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因为我是来自你们的血肉的时候，跟他前面使用的音色会特意的做了一个差距的处理啊，是有一些明显的差距，音色是偏亮，让我想起了张雨生。那低音的部分呢，其实我是觉得它是低的，但是呢，他就没有刻意的再去压它，平缓的唱出来。反倒在配合乐器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就说，像他这样的歌手，对音乐的呈现是有把握的，而且非常的稳定。那我们继续往下听哦。我是如此渺小，走几步又跌倒，但你们总是在我身旁。好，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分享的是，这首歌曲其实在上一档节目里面，汪苏泷也有唱过。那整体呈现音乐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池修在这里，池修在这里，让我感觉这首歌虽然沉重，但是它没有过于沉重。啊，那么上次我觉得那各有各的风格吧。那么汪苏泷在描述这个版本歌曲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是太过于沉重跟炸裂，在他的歌声和他的人的表情里面，就让我们已经开始觉得就是有一些累。那么池修的声音就非常的干净，他的干净呢又有一些清扬，就是即使你听到这个内容其实是沉重的。可是，在这个歌曲当中，你是会像听一个人在说他的故事，缓缓道来，我们的接受度就会高很多。而且呢，过于沉重加上歌词的沉重，会让这首歌不太入耳。所以在池修这一次的演绎里面，他拿掉了许多那些撕心裂肺的方式吧，反倒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他的音色，我就觉得他在这里就很胜一筹了。那我们再听一下吧。渐停止害怕，出生就被诅咒一样。我知道你们注定要离开，离开，离开，离开。好，会发现池修在这首歌曲里面，不像其他歌手用了很多颤音啊、倒音啊各种各样的技巧，他这首歌曲里面声音非常的干净，就是从头到尾简简单单来描述一件事情。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将低音跟高音做了一个距离相对大的差异啊，就是比较重，然后完全的清亮，特别是到了后面的假音的高音。没有很多的撕心裂肺，但是确实娓娓道来。那我就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能够配合乐器的歌手，将效果拉到满满。那在这里呢，我就觉得像这样的歌手，还是非常难得的，声音真的很不错。那我们来听一听下一位歌手吧。叮咚，休息一下，为我点一个赞吧。欢迎回来。下一位歌手呢，我选择播放的是曹阳的《多远都要在一起》。那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他选歌上会没有那么的聪明，因为本身这首歌曲呢，女生的印象比较深，除非她在唱的时候有很大的变化，或者说是有一些特别的编曲跟设计，不然其实在复听的程度上面，对听众来讲，它的优势就不是特别大了。其次呢，他做了一些变化，就会让别人听起来有一些走音啊，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这首歌曲，我认为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并不能够展现他的优势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呗。听过的音乐，像跟你看过的小说。可能你们会觉得跑调跑得很厉害，其实，那确实是跑调跑得有点厉害。或者说那当然了，一个歌手能进入一个全开麦的唱歌是不容易的啊，那特别是新歌手。其次呢，这首歌曲其实开头是比较难唱的，它前面它的音很靠近，再来呢，它的咬字也得很靠近，所以它得稳定。其实第一段里面有一点点像 R&B 里面的唱法，如果你不稳定你的共鸣跟咬字的位置，它很容易跑音。比如说，他说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所以我用的方法，那我就会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对发声要理解的是，你如果一直换想听听过的，它就会气息它也会很乱，因为它短促。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明白正确的发声的话，我就会再次推荐你先去把正确的发声方法学一遍，然后你就知道自己的气息跟力量是怎么支撑你的声音，然后你就会理解在这里加一点技巧，稳定你前面的共鸣。我的方法是啦，我女生啦就会共鸣比较靠前，然后就会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所以在咬字上面，我只是用了舌头跟牙齿的力气将字丢出来，但我的共鸣就会非常稳定的靠在这个位置。我想收集每一个都像站在你眼里的瞬间啊，这里歌词有点误区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曹远在这里他有一些不稳定，不过呢，他也后来有揪回来，我们再往下听哦。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我刚刚讲，我想收集每一刻，你看每一刻音就跑掉了。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所以你首先要 confirm 你的那个共鸣要一致，这样你才会知道在这个区域里的音是不是能够抓住啊。这个就是他唱歌的习惯不太好了，也有可能啊。没有特别的声乐老师指导过他，我只是猜啊。我们再听一下。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有一个死穴，比如说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哇，对我来讲好低啊。和你曾度过的时光，所以这里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切换。想到你到过的地方，你曾度过的时光的一个低音时光。如果对他来讲，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横膈膜的支撑和有意识的做一个切换，就是我们叫共鸣的切换，是非常容易唱低半个音的。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耳朵会比较容易挑刺啊？其实我到现在听歌还没有挑刺的，真的就是黄轩啊、周深这样的歌手，还有就是单依纯啊，真的蛮厉害。好，我们再往下听哦。不想错过每一刻，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好，这一段他唱对啊，但是呢，我们就会听见他的气息里面透露出来他的力量的不稳定，所以或者说他的共鸣腔体的不稳定，导致他开始走音。其实我自己觉得前面是分享我比较喜欢的歌曲，其实在这里我们对于想要唱歌的朋友就比较有益处，你们就会去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就要去改啊。我们再听一点点就可以了。未来何从何去？我发现它是未来何从何去？你看它的气息是未来，一下子放完何从何啊，在这里，在我正确发声的这个逻辑里面，它的肌肉跟气息的支撑，至少在这样的变化里面会突然支撑不了它，所以它基本是靠我们叫就是喉咙这边啊，就是一些肌肉压一下气息唱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应该会在唱高音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过渡啊，我们就往下听喽。爱了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很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
我觉得他这一段发挥的还算可以，但是过于业余了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你们听啊，我能习惯，我们会唱，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就会有一些刻意的一些共鸣的切换。但是他这边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非常直跟硬的、没有弹性的一个声音。那就是他靠胸腔压造出来的。我能习惯，他这怎么唱啊？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所以他的这一段他就会没有弹性。那你们就会说啊，可能是因为他的 key 对男生来讲就是高了。那比如说我稍微唱高一点，唱到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所以你们就会发现，当你如果发声的方式是稳定的时候，在一些共鸣切换的时候，应该是能够支持到你。比如说，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深，而不会变成你突然垮掉，爱总是深不啊，爱总是深不沉住有气，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能够知道，如果你想要把这样的歌曲的切换唱的满意或者自己很舒服，就是一定要用正确的发声来支撑了。好 ，OK， 那我们就听下一首歌手了。看到这里，请你为我点一个赞吧，谢谢哦。好，我认为下一首歌手是具备非常强的综合能力的。好，那就是博远的，他唱的是《狼的传说》，我们听一下。他是條晚得又有月亮見，擱置了火花驅趕在前邊，生根被割傷見把去變遷，他輕易只知牽引着字典。到这里呢，听到这里呢，我就想表达一下，因为对于我一开始其实感觉一般啦，因为我对张学友唱的《狼》这首歌就是印象太深了，然后几乎记得他每一个共鸣的亮点呐，唱歌的用力，所以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觉得，哦是这样，后来我就发现他的综合能力强在哪里？一，他的舞台的自信度就让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艺人了。第二，他的唱跳的过程当中就不带喘气，你就会因为他是全开麦嘛，当然他全开麦对吗？是吧？好，应该是啊，就是的话，你们帮我扣个一啊。所以他全开麦的话，就变成你会发现他的声音非常的稳定，就说明他是一个习惯非常好，就是运动习惯呢很良好的一个歌手。再来一个，他在舞台上面讲传递的信息也非常的清晰，除了对他的广东话的那个咬字，我会感觉有一点点怪，其他我都觉得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多听一点点。洶湧的愛抱着我，盡令亂晚了時。好，在这一段你就会听见，他其实声音的转换非常的丝滑，他从那个我们就比较这 chance voice 比较就是中低音的地方的时候发声，然后转去中高音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丝滑，你也听不见他声音里面的不适当的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共鸣切换明显的一个声音，所以这个歌手应该是蛮厉害的，我觉得他前途蛮大的，而且他当然了，有些时候他的我认为他的符号不够明显，可能是因为我对他还不了解，那对他的歌曲只是这一首而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希望看到新兴歌手里面有他独特的符号，跟他很新颖的东西。那么如果他不具备这些元素的话，那可能只是一个表演能力强的一个艺人吧，但是呢，他就不能够再往前做一些带领的事情。那类似像黄轩这样，他有他自己音乐的概念，所以很多粉丝跟着他，是因为他能够给人就是先进前一步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歌手唱跳的部分，我觉得蛮厉害的。我會縱狂餓浪水把水嘅甜，
谁走个弯弯，他红绳笔。那个玩这些地方的音啊，重音加上跳舞，他的声音没有出现走音或者不稳定，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所以就希望有人能够好好的培养他，让他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歌手，好吗？那我们凭那个张远我们就说到这里，那我们去到下一位歌手，下面的故事可有意思了。欢迎回来，下面两位歌手，一个叫季听然，一个叫做一加，一个唱的是红眼睛，一个唱的是迷宫。为什么会把这两位歌手拎出来呢？因为他们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可以对我们愿意喜欢唱歌的人做一个见地吧。所以我先来说季听然这首《红眼睛》，他一点点介绍，好像说他是什么下决心去学过音乐啊之类的。那我没有去细究，我就从他这一首歌曲里面来谈论我的看见跟感受啊。所以我有不对的地方呢，你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第一，他应该是演绎，就是艺术性大过他的声音技巧，这其一啊。其二，他应该跟过很多老师学发声。其三，他具体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好，我们先来说第一点。第一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看他这首歌曲，它很多是一个像艺术品在表演，所以呢，它在里面会有一些你们会觉得怪啊，就是说他这个艺术的欣赏跟他的欣赏跟他的呈现啊不成比例。那我相信他肯定是因为有一个欣赏，或者说脑子里有一个画面，他才会要去呈现。那么在呈现的过程当中，应该对整体的乐器或者说对自己的人声把握不足，所以这首歌整一个在艺术欣赏上面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反倒说有一点怪怪的啊，主要是因为他的声音造成的。其二，那他对自己的声音的这个跟过很多老师，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啊。有一点可惜，像这种学生其实我碰到过的，因为跟不同类型的老师学唱歌，还不是说只是流行啊，所谓的不同类型就是学过民族，然后还学过美声一点，然后再学了一下去外国去学歌剧的老师，然后再学一些流行，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的发声其实呢发声方法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是。就不知道他怎么发展的，有点怪了。所以这样的学生我也遇到过，会比较难处理啊。那么难处理的方法有几种啊？第一，首先他必须得自己知道他自己有问题。那其二，他得很清楚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声音。其三，他要改掉很多坏习惯。我们稍微来听一下。你走了，我红了眼睛。好，就从这一段来讲，就像他唱什么以为是你走了，我红了眼睛。OK， 在这里面他可能想要产生的是一种就是缓缓到来的，比如说有断的那种气息，但是他整一个发生在低音的这个部分，或者说在这个音区的部分，它没有支撑，所以唱了反正有一点像断气的感觉，没有建起共鸣，它就结束了。拿单依纯的一首歌作为例子吧，比如说淡色的回忆待在心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让孤单走出了雨，让下雨看什么成天晴。所以就算它是要断淡色的，它就唱成淡色的回忆，它也没有帮那个共鸣给建起来，没有的地方就彻底没有了啊，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然后我们来看下一段，有个心却想太平吧，内心就咬字的这个区域的感觉，反正它不是在歌剧跟美声里面就很怪。他从他的口腔的咬字的位置产生的，所以这个流派我就听不出来，或者是我大概知道，我们不敢冒犯啊。所以就是说他在这里的唱法，或者说跟过很多老师，所以他的整个稳定啊，就是从可能老师说，哎，你不错，那么刚好他就留住一个印象说，哦，我这里不错啊。那么我还有一个部分是特别要跟你们分享的，我们来看一下。听这些就够了。哇，就是你们看啊，这就是典型的
它的弱音基本就是在快了之后，在中低音的部分它完全咬不到字，所以它的声音就是就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就没有很稳定的吐字和对一个共鸣的稳定。那我自己觉得它就是在，如果是像歌剧也好啊，音乐剧也好，或者说是音乐剧强项就是在这个区域，对吧？所以它不在这里，所以美声里面它这个地方又没有稳定的支撑。那我就直接来讲啊，我们如果遇到自己就是完全没有怎么学过，或者说学了很多老师之后，自己反倒有一些迷失了，我就会再建议你们，就是回到正常的说话，你把这词儿给我先念明白、念清楚了，然后加上正确的吸气、支撑、发声，你把这个吐出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知道不？就是这个吧，就是有一点点，对自己的影响太大了，它非常的难调整了，好吧？那我就这里感叹一下，用它做一个例子给爱唱歌的朋友，在这个地方你们是要去刻意的调整自己稳定和咬字作为支撑，不要这样发展，而且对声音也不好，因为声带有些时候长期不闭合，它会不舒服，它会生病的。好吗？那我们就来听最后一位歌手，名字叫一加，对吗？打不开又关不上的聊天窗口，情话说到一半，那算不算拥有？听到这里呢，没有太大的就是违和感或者是不舒服，只是我会很担心他，我就一听我就想，他高音准备怎么上去？因为他是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全段。OK，那在我们唱歌里面，我们有跳音啊之类的，确实有这样的唱法，但是它会有一些夹鼻子声音来体现它去上高音。OK，就说明在这个音里面，它是靠夹跟挤出来的。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它在高音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那为什么会特地拿这个出来给喜欢听他唱歌的朋友呢？我们要比较小心的是，如果当你发现这些跳音它不是来自于正确发声，那什么叫正确发声？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做到OK， 你能这样自觉跳音量一样，音质相似，力气不要变。整一个感觉，你放到唱歌里面，举一个例子啊，就唱那首《红蔷薇白玫瑰》。今天我的学生刚刚在唱这首歌，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来示范一小段。梦里鲜红的蔷薇，转眼是苍白的玫瑰，它荡在月亮下，纪念着曾经最真挚的爱。OK， 我们一要稳定的就是我们的共鸣的切换。第二，我们要用横膈膜支撑的去转换你的气息作为支撑，让声带可以一直震动。第三，要保证你的声音跟共鸣是切换自然的。所以它在这里，我就知道它后面会有问题啊。我们稍微听一下。执着些放纵是引地骤风，别太冲动，有什么结果？不言不的距离，我们并肩走。若有似无的触碰，是偷偷脸红。谁主动，谁退缩，是个暗号。好，因为我听见他这个部分有没这样去拉那个声音，所以他这声音里面就是一直是以这样的音质来听的话，他会马上就失去，因为共鸣不连贯，然后音色比较单一，他会马上失去听众的啊，我们对自己的嗓子也不好啦。我们再听下去哦。你的手向前又退后，说的心间还是又犯了错，别冲破了沉默的口。他这里说什么谁主动谁退缩谁隔岸观火，他整一个就是他是靠谁主动谁退缩谁就这样在唱歌吧，就是有时候你唱歌往外嘛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对我来讲呢，我就会比较担心我们用声音的状况。一呢，它对声带的摩擦比较大；第二呢，其实你也不能够有很好的共鸣的声音，就是更多元化的发展。其实你自己唱多了之后呢，也会失去信心和自己的舒适度的。我们再听一点点。没我冲动，
不敢琢磨。你一举一动是否有线索，能够让我打开这枷锁？突然的问候，奇怪的冷漠，若即若离。好吧，那我们就听到这里。所以呢，在它的歌曲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的律动感或者说变化就会在 verse 2啊，你就会完全的就发现哦，大概就是这样子，没有意外的惊喜。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声音会产生共鸣是什么呢？就唱的人他那个声音传递过来之后，无论你在哪里，那个声音进来之后呢，在你这里也会产生一个共鸣。刚好如果是你比较舒服的地方，你就会很喜欢这位歌手。比如说像我的共鸣，我就会特别喜欢听Beyonce 啊，或者是 Adele， 还有那个 Whitney Houston、Mariah Carey。那么他们的声音就这个共振鸣，像柯以敏啊，对我也比较喜欢。所以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啊，像阿令，我就会自己就会很想唱进去，因为它会带动我。那像这样的共鸣，鼻音就会很多。也会遇到共鸣，或者说别人会有些男生会喜欢唱，可是呢，我就会建议你们一定要学会好的发声习惯，再去唱这些跳音，然后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至少一，你的声音能够多元化；二，你的声带不会受伤；三，你的歌唱技巧就会有更多啊，不会就这样局限了。好吗？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喜欢我就关注我，为我点赞。还有呢，你喜欢听什么，或者你遇到什么样声音的问题，你就在下面留言，甚至可以发 email 给我，一般1-2周我都会回复给你的，好吗？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拜。